啊，社区都在劝退雷电将军，那么还要不要抽呢？就是如果一个玩家他脑海里冒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说明大概率是一个新玩家，而且还是一个偏XP的玩家。那么我们来分析这个问题啊，首先要搞清楚一件事情，就是原神社区在抽卡这件事情上本身就非常的喜欢强度焦虑啊，我都不觉得社区是真的有强度焦虑，他就是单纯的喜欢这种焦虑，喜欢去用强度 PVP。就是社区在讨论抽不抽、劝退不劝退的时候，它本质上不是讨论强度，而是争夺强度榜上的那个王座。就如果一个角色它不是什么第一、第二，不是这个王座的有力竞争者，那就没有抽的价值。所以为什么社区在劝退雷电将军呢？就主要是因为他不能像过去一样，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让人觉得他很牛逼。将军也好，其他的老角色也好，都是越复刻强度价值就越低。这句话其实没有错。但同时这句话呢，正好也体现了另外一句名言，就是强度是一时的，XP 是一世的。在一个长线运营的游戏里面，只要玩家玩的游戏时间足够长，就一定会见证这种王座的更替。而如果你问一个问题啊，就是雷电将军他能打现在的深渊吗？那大部分的人都会承认说打是能打的，但他们一定会说一句什么呢？就是哎呦，水温上升的时候你可不要后悔。那这个就是社区强度项言论的一个劝退流程。利用未来的不确定性，利用焦虑来佐证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所以一般来说，抽卡推荐也好，或者说社区的风向也好，其实不怎么适合偏XP一些的玩家。那这部分玩家其实应该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要跟着社区的这种风气走呢，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去玩？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回归到将军本体啊，我作为一个非强度党，我可以很负责的说，将军在深渊里依然是能打的。然后配对也很多嘛，种门、激化、智商都可以。但是呢，这取决于玩家的游戏理解、账号的角色数量以及练度啊。你比如说我这个雷电将军培养的很一般，0+0余差，但是我可以通过我账号里的这些角色，给他去组各种各样的队伍，去攻略深渊或者是幻想真局势。所以强度这个事儿，角色本身是一部分，4人小队呢是另一部分。而将军作为城市七执阵啊，是可以抽的角色中位格最高的那一批，所以相对来说具有一定的收集意义。这算是玩游戏的一种仪式感嘛。就像温迪虽然被誉为最弱的神，但是我抽了3次，歪了3次，他下次 up 的时候呢，我还是会抽，直到我抽到为止嘛。当然不同的玩家玩游戏的仪式感不同，所以这点呢也作为一个小参考啊。那如果你和我一样，对于收集神有计划，最好就是能提前准备。因为原神中神的复刻和 up 基本上是大版本开头连着复刻的，所以如果不提前准备，比如说这个版本，你说我先准备火神啊，我先不抽雷电将军，我以后再抽，那到了至东，其实你可能遇到的情况是一样的，只不过理由变成了我先准备抽冰神啊。所以我个人的建议就是，一定是提早准备好这部分的原石，然后用小保底去碰运气，中了你就不亏，歪了呢就给后续的角色做准备了嘛。这是我认为抽雷电将军玩家唯一需要考虑的问题，因为后面就是火神了嘛。每个国家的神作为一个大版本中最有效提高账号强度和游戏体验的角色，至少准备一个灵命，这样是比较稳妥的，强度和XP呢都能照顾到。另外，将军9条下卧垒已经是第2次一起 up， 你们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啊，就这3人队伍里面再加一个火神，就可以变成将军的纳塔新队伍呢？这个我觉得还是有一点想象空间的吧。当然这个属于炒股啊，就图一乐，也不用过分期待。所以我总结雷电将军，第一，强度没问题；第二，关注自己手里原石的情况，给火神留够灵命的原石，那就可以抽。按照这个思路，其实基尼奇也是一样的。基尼奇我昨天也发了个视频嘛，相对来说，我个人觉得基尼奇的痛点呢就2个。第一是基尼奇是一个偏对单的角色，手炮虽然是 AOE， 但这个范围其实比较有限，除非怪物是扎堆冲上来。第二呢，就是转圈圈的这个玩法对我老年人确实不太友好，就比较容易晕啊，就比较容易晕。其他的方面，因为我不是一个强度项的玩家，所以对于角色没有那么多苛刻的要求，也不用对标龙王，暂时就没有感觉到。我的评价是，基尼奇作为一个草元素，灵命持续输出，数值不算很高，强度正常，符合草元素一项多核的设定。而基尼奇最大的吸引力，我觉得是摆荡的移动方式和鸣左的配音，以及它长得比较好看。所以和抽雷电将军的观点是一样的，就是不影响后续的抽卡，随便怎么抽。总体来说，我给各位的建议永远是用原石数量去指导抽卡，永远抽卡之后你要留一部分原石，这个就和储蓄一样，就随着你的原石变多，你的选择就会变得更自由。
也就会从强度优先的这个舆论中松绑了，对吧？因为你随时随地就可以抽上一个有强度的角色嘛。好的，那么这期呢就到这里，我是提瓦特地理，我们下期再见。